你以为马斯克让 SpaceX 批量采购 Cybertruck 是给特斯拉的销量输血救场？错了，整个故事从根上就被媒体讲反了。你可能刷到过无数条相关的头条，说特斯拉销量疲软，只能靠自家兄弟公司刷单撑场面，说马斯克的商业帝国全靠左手倒右手的资本游戏撑着。但今天我要给你拆透这件事的全部真相。看完这个视频，你能彻底看懂马斯克旗下特斯拉、SpaceX、这些公司之间隐藏的财富流转逻辑，不会再被单一的财报数字和博眼球的媒体头条带偏。你能搞懂所谓的帝国路由器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为什么说买特斯拉的股票根本不是买一加车企？你能避开绝大多数散户对特斯拉估值的致命误判，看清那些现在被市场定价为零，但未来可能彻底改变公司价值的核心增长点。甚至你能明白，特斯拉和比亚迪的竞争根本不是大家以为的电动车销量之争，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商业逻辑的终极碰撞。讲到这里，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马斯克旗下这些公司的内部交易更像是提升整体效率的商业协同，还是只为了推高估值的资本游戏？你更站前者还是后者？直接打在评论区里，我会一一仔细的看大家的留言。如果遇到问题，我都会及时回复。我知道很多人看到这里，第一反应就是，这不就是典型的关联交易给上市公司刷业绩吗？我当初第一次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但等我翻完4月30日特斯拉发布的那份修正版实检 K 报告，抠完里面所有的关联交易细节，我才发现我们所有人都被媒体的选择性报道给骗了。我觉得这里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就是绝大多数人看一家上市公司的财报，只会盯着营收和利润那两个最显眼的数字，最多再看一眼销量数据，根本不会去翻修正版的公告，更不会去抠里面密密麻麻的关联交易条款。但恰恰是这些没人愿意花时间看的内容，藏着一家公司最核心的商业秘密，甚至藏着它未来几年的估值走向。你先别急着下结论，我们先把这件事的核心凭证一张一张拆开来看。第一章是大家都在传的 SpaceX 向特斯拉采购 Cybertruck 的订单，媒体说这是 SpaceX 给特斯拉输血，帮特斯拉冲销量。但你猜媒体半句没提的是什么？是 SpaceX 的使用场景到底是什么样的？你想想， SpaceX 的火箭发射场不是城市里的铺装路面，是佛罗里达和德州的盐碱地、砂石路，夏天地表温度能超过50度，冬天能降到0下，还要天天拉着火箭零部件、新建的助推器来回跑，甚至要在发射后的高温、高粉尘环境里作业。这种极端工况是市面上任何一台量产皮卡在实验室里都模拟不出来的。就算你想找这种测试环境，花多少钱都未必能进得去。那 SpaceX 买 Cybertruck 是为了什么？是真的需要一台能扛住这种造法的车，不然它总不能用一台普通的家用皮卡去拉价值几个亿的火箭零件吧？而特斯拉拿到的是什么？是在最极端的工况下最真实的车辆运行数据，是几百上千台车辆在真实的极端环境里跑出来的所有零部件的磨损、性能、稳定性数据。这些数据能让特斯拉用最快的速度迭代 Cybertruck 的产品力，解决那些在实验室里根本发现不了的问题，反过来去抢全球每年几千亿规模的高端皮卡市场。听起来好像没问题，对吧？但问题就在这里，很多人还是会说，就算是这样，这也是内部交易，还是有刷销量的嫌疑。那我们再看第二张收据，也是媒体几乎没提过的 XAI 向特斯拉采购 Megapack 储能系统的订单。你可能知道 XAI 是马斯克旗下的 AI 大模型公司，要跟 OpenAI 的 ChatGPT 竞争。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 AI 大模型公司最核心的生产资料是什么？不是算力芯片，是电，是稳定的、不间断的、巨量的电力供应。一个大模型训练一次就要消耗几百万度电，更别说日常的推理运营，还有未来全球范围的算力节点布局。没有稳定的储能系统，就算你堆再多的芯片，也随时可能因为电网波动直接废掉几个月的训练成果。那 XAI 找特斯拉买 Megapack 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给自己的算力中心搭建一套最稳定、最可控的能源系统，不用看电网的脸色，不用怕停电、限电带来的致命损失。而特斯拉拿到的是什么？是 AI 算力中心这个超高速增长赛道的
最真实的应用场景和一手数据。现在全球的 AI 公司都在疯狂建算力中心，每个算力中心都需要巨量的储能系统。这是一个比家用电动车储能还要大得多的市场。特斯拉通过 xAI 的订单，不仅验证了 Megapack 在超大规模算力中心场景的适配性，还能把这套解决方案直接复制给全球所有的 AI 公司，抢下这个赛道的最大蛋糕。讲到这里，如果你发现自己已经开始重新想这个问题了，那就顺手点个赞，说明你已经跳出了媒体给你画的那个小圈子。但这还不是最离谱的，最离谱的是前面这2张收据只是整个故事的皮毛，真正改变整个故事走向的是后面2张几乎没人知道的收据。第3张收据是特斯拉拿出20亿美金买下了 SpaceX 1%的原始股权，等等，这里就不对了。媒体不是说是 SpaceX 给特斯拉输血吗？怎么变成特斯拉掏钱买 SpaceX 的股权了？你先记住这个点，后面它会突然变得很关键。我给你算一笔账 ，SpaceX 现在的私募市场估值已经超过了2000亿美金，1%的股权对应的价值就是20亿美金。特斯拉是按公允价格买的，没有占便宜。但你要知道 ，SpaceX 是一家还没上市的公司，而且是全球最稀缺的有持续盈利能力的商业航天公司。它的星链业务现在已经覆盖了全球几十个国家，用户数超过了100万。未来还有新建的全球货运、载人航天，甚至火星殖民的想象空间。这种公司的原始股权在私募市场上是有钱都抢不到的稀缺资产，根本轮不到普通投资者，甚至很多顶级机构都拿不到额度。那特斯拉拿到这1%的股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只要 SpaceX 未来一上市，这部分股权的价值很可能直接翻倍，甚至翻几倍，给特斯拉带来几十亿、上百亿美金的投资收益。更重要的是，这部分股权让特斯拉和 SpaceX 的绑定，从之前的业务协同变成了深度的利益共同体。然后是第4张收据，特斯拉向 xAI 进行的巨额投资，同时拿到了 xAI 的相应股权。你应该知道，现在全球 AI 赛道的竞争有多激烈。OpenAI 已经靠 ChatGPT 和 GPT-4o 拉开了和其他玩家的差距，而 xAI 是马斯克手里唯一能跟 OpenAI 对标的筹码。特斯拉给 xAI 投钱，不仅是给 xAI 提供了研发资金，更重要的是把特斯拉手里最核心的资产，也就是全球几百万台特斯拉电动车每天在路上跑出来的海量的真实驾驶数据，开放给了 xAI，用来训练 xAI 的大模型。你想想，自动驾驶的视觉大模型和通用大模型底层的技术逻辑是相通的，都是基于海量数据的深度学习。特斯拉手里有全球最大的真实道路驾驶数据集，这个数据集是任何一家 AI 公司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xAI 用这个数据集训练出来的大模型能力会得到质的提升，而反过来 xAI 的大模型技术又能直接反哺特斯拉的 FSD 全自动驾驶系统，让 FSD 的能力快速超过所有的竞争对手。现在你把这4张收据拼在一起，再回头看媒体说的 SpaceX 给特斯拉输血，你还觉得是这么回事吗？整个故事完全反了，不是 SpaceX 和 xAI 在给特斯拉输血，而是特斯拉在整个马斯克的商业帝国里扮演的是资本分配者、资源协调者、产品验证者的角色，是整个帝国的核心枢纽，是净输出端，而不是接受救助的一方。我第一次把这个逻辑拼完整的时候，也觉得挺颠覆的，因为我们所有人都被媒体的惯性叙事给带偏了。媒体总喜欢把马斯克塑造成一个疯狂的靠讲故事撑估值的资本家，总喜欢把他旗下的公司拆成一个个孤立的个体去看，却从来没有告诉过你，这些公司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别人根本无法复制的封闭的自我强化的生态闭环。如果你也想把这个闭环的底层逻辑彻底摸透，不想再被碎片化的信息带偏，先点个赞收藏一下，不然后面讲到最核心的估值重构部分，你可能真的找不回来了。接下来我要给你拆透这个闭环到底是怎么运转的。为什么说它是进可攻退可守的？为什么说它能让马斯克的商业帝国在任何经济周期里都能活下来，甚至越做越强？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帝国路由器。什么意思？就是马斯克旗下的所有公司，特斯拉、SpaceX
XA Orin 公司 Neuralink 就像一个个独立的终端设备，而这个帝国路由器就是连接所有终端的核心枢纽，它负责在所有终端之间流转资金、订单、股权、数据、技术，让每一个终端的能力都能被其他终端复用，让整个生态的效率达到极致。而特斯拉就是这个路由器里最核心的那个端口，甚至可以说是这个路由器的电源。为什么是特斯拉？很简单，因为特斯拉是马斯克旗下唯一一家有稳定的大规模的正向现金流，同时有公开的资本市场融资渠道的上市公司。它每年卖车卖储能系统，能带来几百亿美金的营收，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金的利润，手里随时握着几百亿美金的现金储备。这意味着它能给整个帝国里其他还在投入期的业务提供稳定的资本支持，不用看外部资本市场的脸色，不用怕融资寒冬，不用为了短期的业绩放弃长期的研发投入。你想想，现在全球的科技行业都在过苦日子， AI 公司融不到钱，商业航天公司融不到钱，新能源公司也在砍研发降成本。但马斯克旗下的这些公司根本不怕，因为有特斯拉这个现金牛在，能给他们持续输血，让他们能安安心心做长期研发，不用为了短期的营收牺牲长期的技术壁垒。但这还不是最核心的，最核心的是这个路由器里的每一次流转都不是单向的输血，而是双向的赋能，是1+1大于2的协同。我给你一个个拆开来看，先看特斯拉和 SpaceX 的协同。刚才我们说了， SpaceX 用 Cybertruck 给特斯拉提供了极端工况的测试数据，帮特斯拉打磨产品。那 SpaceX 给特斯拉的只有这些吗？当然不是。你有没有想过，特斯拉的 FSD 全自动驾驶要实现全球范围的落地，最核心的需求是什么？是低延迟、全覆盖的全球通信网络。你在城市里开车有 5G 信号没问题，但你在偏远的公路上，在沙漠里，在山区里没有基站，没有信号，你的自动驾驶怎么办？总不能直接断联吧？而 SpaceX 的星链现在已经在全球部署了几千颗卫星，能给全球任何一个角落提供低延迟的宽带网络。这意味着特斯拉的 FSD 能通过星链实现全球范围的无缝覆盖，不管你在世界上的哪个地方开车，都能用上稳定的自动驾驶服务。这一点是全球任何一家车企、任何一个自动驾驶公司都做不到的，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全球卫星通信网络。还有，特斯拉的整车制造需要大量的高强度、轻量化的合金材料，而 SpaceX 造火箭最核心的技术之一就是先进材料研发。 SpaceX 研发出来的能扛住火箭发射高温高压的先进合金材料，能直接用到特斯拉的车身上，让特斯拉的车身更轻、更坚固、更安全，成本还能更低。反过来，特斯拉的电池技术、电机技术、能源管理技术也能直接用到 SpaceX 的星舰、星链卫星上。火箭和卫星都需要高能量密度、高稳定性的电池，需要高效的能源管理系统。而特斯拉在这方面的技术积累是全球顶尖的，能直接帮 SpaceX 降低火箭和卫星的成本，提升性能。你看，这根本不是左手倒右手的关联交易，这是两个行业的顶尖技术双向复用、互相赋能，把两个本来完全不相关的行业打通了，形成了别人根本无法复制的技术壁垒。再看特斯拉和 XAI 的协同。刚才我们说了，特斯拉给 XAI 提供了海量的真实驾驶数据， XAI 给特斯拉的 FSD 提供了大模型技术支持。但这只是冰山一角，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自动驾驶已经进入了大模型时代？之前的自动驾驶是靠写死的规则，靠人工标注的数据，遇到规则里没有的场景就直接懵了。而现在的 FSD 已经完全切换到了端到端的大模型架构，它的能力上限完全取决于背后的大模型能力和训练用的数据量。特斯拉手里有全球几百万台正在路上跑的电动车，每一台车都是一个移动的数据采集终端，每天都能给特斯拉传回海量的真实道路场景数据。这个数据规模是全球任何一家竞争对手加起来都比不了的。而 XA 的大模型技术能把这些数据的价值发挥到极致，让 FSD 的能力
以指数级的速度提升。反过来，特斯拉的超算中心 Dojo 本来是为了训练 FSD 的大模型搭建的，现在也能给 XAI 的通用大模型训练提供算力支持。现在全球 AI 行业最大的瓶颈就是算力短缺，有钱都买不到足够的 GPU 芯片，而特斯拉有自己的 Dojo 超算，有自己的第一芯片，根本不用看别人的脸色，能同时支撑 FSD 和 XAI 两个大模型的训练，这又是一个别人根本无法复制的壁垒。还有未来 XAI 的通用大模型能直接内置到特斯拉的每一台车里，让你的车变成一个移动的智能助理，不仅能帮你开车，还能帮你处理工作、安排行程、回答问题，甚至能跟你聊天，给你提供情绪价值。这会让特斯拉的车从一个交通工具变成一个移动的智能终端，它的产品力和溢价能力会直接拉开和其他所有车企的差距。你现在明白了吗？这个帝国路由器不是一个简单的资金流转系统，它是一个技术、数据、资源、资本的全方位流转系统，每一个环节都在给整个生态创造价值，都在给整个帝国搭建更高的壁垒。更有意思的是，真正影响特斯拉未来估值的，可能根本不是你以为的汽车销量，而是那些现在被市场完全忽略，甚至定价为零的业务。我知道，现在市场给特斯拉的估值几乎全都是基于它的汽车业务，大家都在盯着它每个月的销量、每个季度的交付量来判断它的价值。但我要告诉你，这是对特斯拉最大的误判，因为特斯拉现在已经有好几个业务未来的增长空间甚至比汽车业务还要大，但现在市场给他们的估值几乎是零。第一个就是特斯拉的 Semi 电动重卡业务，很多人对 Semi 的印象还停留在几年前的发布会，觉得它就是一个概念车，没什么销量，也没什么商业价值。但你根本不知道，现在的 Semi 已经在真实的商业场景里跑了几百万英里，已经被全球顶级的企业验证了它的商业逻辑。我给你算一笔最实在的账，就是总拥有成本，也就是 TCO。这是所有物流公司、货运公司买车的时候最看重的指标，不是车的售价，而是买完车之后，整个使用周期里，你总共要花多少钱。先看一台传统的柴油重卡，在美国市场售价大概是15万美金左右，它的100公里油耗大概是30升。现在美国的柴油价格大概是3.5美元1加仑，换算下来100公里的油费大概是28美元。一台重卡一年正常要跑10万英里，也就是16万公里，那一年的油费就是4.48万美金。然后是保养成本，柴油重卡有发动机、变速箱、涡轮增压器，还有一大堆的油路、气路易损件，每年的常规保养就要大几千美金，再加上时不时的大修，一年的保养维修费用平均下来至少要1万美金。还有使用寿命，一台柴油重卡正常跑个100万英里，发动机就要大修，甚至直接报废。就算你大修之后还能跑，后续的维修成本也会直线上升。我们再看特斯拉的 Semi 电动重卡，它的售价大概是20万美金左右，比柴油重卡贵了5万美金。但我们算一下它的使用成本， Semi 的100公里电耗，官方数据是125度，美国的工业电价平均下来是10美分一度，就算你加上充电设施的损耗，100公里电费最多也就15美元，比柴油重卡的油费便宜了1半还多。一年跑10万英里，光电费就能省下2.4万美金。然后是保养成本， Semi 没有发动机，没有变速箱，没有那些复杂的传动系统，只有电机和电池，几乎没有什么易损件，一年的常规保养也就几百美金。就算加上轮胎的损耗，一年的保养维修费用最多也就2000美金，比柴油重卡一年又省下了8000美金。还有使用寿命， Semi 的电池和电机设计寿命就是100万英里以上，而且特斯拉给的电池质保就是100万英里，在这个里程里根本不需要大修，甚至连电池的衰减都能控制在10%以内。现在我们加起来算一下，一台 Semi 一年就能省下3.2万美金，跑3年省下来的钱就已经覆盖了比柴油重卡贵的那5万美金，还能多赚4.6万美金。跑满100万英里的设计寿命，总共能省下超过30万美金，比买一台新的 Semi
还要贵。你告诉我，这种商业逻辑哪个物流公司能拒绝？现在百世公司已经买了几十台 Semi， 在自己的物流体系里跑了1年多，验证了它的成本优势。Whatever， 美国最大的电动货运公司已经给特斯拉下了几百台 Semi 的订单，正在陆续交付。而美国的长途货运市场总规模是每年8000亿美金，全球的货运市场总规模超过了4万亿美金。但你猜怎么着？现在的资本市场给特斯拉 Semi 业务的估值几乎是0，所有人都在盯着乘用车的销量，完全没看到这个业务未来可能给特斯拉带来的每年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美金的营收。这里如果你没注意，后面就很容易被带偏，因为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个业务比 Semi 的想象空间还要大，而且它已经拿到了落地的门票，只是市场还没反应过来。这个业务就是特斯拉的 FSD 全自动驾驶在欧洲市场的落地。很多人都在盯着特斯拉的 FSD 什么时候能进入中国市场，却完全忽略了欧洲这个比美国还要大的豪华车市场已经向特斯拉打开了大门。你应该知道，欧洲的汽车监管是全球最严格的，尤其是自动驾驶相关的法规。之前很多人都觉得特斯拉的 FSD 根本不可能通过欧洲的监管，永远都进不了欧洲市场。但特斯拉用了一个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方式，绕开了这个壁垒，就是欧盟的车型互认机制。什么意思？就是在欧盟的任何一个成员国拿到了车型认证，就能在所有的欧盟成员国里合法销售和使用。特斯拉先在荷兰和比利时拿到了 FSD 的落地许可，通过了当地的监管认证，接下来就能通过欧盟的互认机制，快速把 FSD 铺到整个欧盟的27个成员国。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特斯拉拿到了打开欧洲1.3万亿美金出行市场的钥匙。欧洲的豪华车市场全球占比超过30%，用户的消费能力很强，对自动驾驶的付费意愿甚至比美国的用户还要高。而且欧洲的燃油车禁售政策比美国还要激进，绝大多数欧盟国家都已经明确了2035年禁售燃油车的时间表，电动车的渗透率正在快速提升。之前，特斯拉在欧洲市场最大的竞争对手是 BBA 这些传统豪华车企，他们靠品牌力在欧洲市场占据了主导地位。但现在特斯拉的 FSD 一旦在欧洲全面落地，就会形成绝对的产品代差，因为 BBA 这些传统车企的自动驾驶系统跟特斯拉的 FSD 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完全没有竞争力。这意味着特斯拉能在欧洲市场拿到更高的市场份额，更高的产品溢价。而且 FSD 的软件订阅服务是几乎零成本的高毛利业务，一旦用户亮起来，就能给特斯拉带来源源不断的稳定的现金流。但还是一样，现在的资本市场给特斯拉欧洲 FSD 业务的估值几乎是0，所有人都在盯着美联储的加息降息，盯着特斯拉每个季度的交付数据，完全没看到这个已经落地的业务未来能给特斯拉带来多大的价值。还有特斯拉的能源业务，也就是 Megapack 储能系统和 Powerwall 家用储能，这个业务的增速已经连续好几年超过了汽车业务。2024年的营收已经超过了100亿美金，未来的增长空间甚至比汽车业务还要大。现在全球都在搞能源转型，风电、光伏这些可再生能源占比越来越高，但这些能源都是间歇性的，白天有太阳，晚上没有，有风的时候能发电，没风的时候就停了，没有储能系统，电网根本扛不住。所以全球各国都在疯狂建储能电站，这是一个未来几十年都会持续高速增长的赛道，总规模超过了10万亿美金。而特斯拉的 Megapack 现在已经是全球储能市场的绝对龙头，市场份额超过了20%，而且还在快速提升。因为特斯拉有全球最顶尖的电池技术、能源管理技术，还有规模化生产带来的成本优势，没有任何一家竞争对手能在成本和性能上跟特斯拉抗衡。但就算是这样，现在市场给特斯拉能源业务的估值还是远远低于它的实际价值，更别说未来的增长空间了。还有我们之前说的特斯拉持有的 SpaceX 的股权、xAI 的股权，这些都是稀缺的优质资产。只要 SpaceX 和 xAI 一上市，就能给特斯拉带来巨额的投资收益，甚至能让特斯拉的净资产直接上一个台阶。但现在市场给这些股权资产的估值
也是几乎为零。讲到这里，你应该已经明白了，现在市场给特斯拉的估值只算了它的汽车业务，其他所有的高增长、高潜力业务全都是定价为零的。这些业务每一个跑出来都能给特斯拉带来翻倍的估值空间，更别说他们全部跑出来了。这时候你可能会问，那比亚迪呢？比亚迪的销量已经超过特斯拉了，难道比亚迪不香吗？我先跟大家说清楚，我完全没有否定比亚迪的意思。比亚迪是一家非常伟大的公司，它把中国的传统汽车工业带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它的全产业链成本控制能力、规模化生产能力，在全球的车企里都是顶尖的，甚至可以说是极致的。但特斯拉和比亚迪的竞争根本不是大家以为的电动车销量的竞争，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商业逻辑，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的碰撞，是周期性和结构性的碰撞。什么意思？比亚迪的核心逻辑是传统工业的巅峰逻辑，它靠全产业链的布局，从锂矿开采、电池生产、整车制造到芯片研发，全部自己做，把每一个环节的成本都压到了极致，然后靠极致的性价比快速抢占市场份额，实现规模化增长。这种逻辑在传统的制造业里是绝对的王者，它能让你在行业上升期快速扩大规模，拉开和竞争对手的差距。但它的问题在于，它逃不开传统制造业的周期。当市场渗透率达到一定程度，行业从增量市场变成存量市场的时候，你只能靠降价来抢份额，而降价就会带来毛利率的下滑、利润的下滑、增速的放缓。你现在就能看到，比亚迪在国内市场的销量增速已经开始放缓了。就算它不断推出新车型，不断降价，也很难再实现之前那种翻倍的增长。因为中国的电动车市场渗透率已经超过了50%，已经从增量市场变成了存量市场，传统制造业的周期已经开始显现了。而特斯拉的核心逻辑是科技公司的转型逻辑，它正在从一家电动车制造公司转型成一家以 AI 和能源为核心的科技公司。它现在的销量波动、增速放缓都是转型期的阵痛，而不是周期的见顶。你看，特斯拉现在的研发投入绝大多数都不是花在新车型的研发上，而是花在 FSD 的大模型研发、Dojo 超算的建设、Megapack 储能技术的迭代、人形机器人 Optimus 的研发上。这些投入短期内不会给它带来销量的增长，甚至会拉低它的利润，但长期来看，这些投入会给它搭建起别人根本无法跨越的技术壁垒，打开全新的增长曲线。这就是两者最核心的区别。比亚迪的增长是传统制造业的规模化增长，它的天花板是全球汽车市场的规模，而特斯拉的增长是科技公司的生态化增长，它的天花板是全球的出行市场、能源市场、AI 市场、商业航天市场，甚至是人形机器人市场。这些市场加起来总规模超过了100万亿美金。我再给你打个比方，比亚迪就像全球最大的连锁超市，它靠极致的供应链管理，把商品的价格压到最低，靠规模赚钱。它的核心竞争力是运营效率和成本控制。而特斯拉就像一个正在搭建全新操作系统的科技公司，它现在卖车就像当年苹果卖 iPhone， 只是为了获取用户、获取数据、搭建生态。未来它的核心利润来源根本不是硬件销售，而是软件服务、能源服务，还有整个生态的价值。你想想，当年诺基亚的手机销量远远超过苹果的时候，谁能想到几年之后，诺基亚会直接退出手机市场？因为他们根本不是一个维度的竞争。诺基亚拼的是手机的销量、质量、性价比，而苹果拼的是整个 iOS 生态的壁垒。现在的特斯拉和比亚迪也是一样的道理，他们不是一个维度的竞争对手，他们的商业逻辑、增长天花板完全不一样。没有绝对的对错，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是你要看清楚你投的到底是什么，你赚的到底是哪一部分的钱。如果你是想赚传统制造业规模化增长的钱，那比亚迪绝对是很好的选择。但如果你是想赚科技公司生态化扩张的钱，想赚未来10年整个商业帝国成长的钱，那特斯拉就是你进入这个帝国的唯一入场券。现在我们再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马斯克的帝国路由器到底给特斯拉带来了什么？它给特斯拉带来的不是短期的销量提升，不是短期的利润增长，而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安全垫和一个几乎没有天花板的增长空间。退可守
就是哪怕全球的电动车市场进入寒冬，哪怕汽车行业出现大规模的价格战，特斯拉也能靠帝国内部的协同，靠能源业务、软件业务的高毛利现金流活下来，甚至能在行业寒冬里逆势扩大研发投入，拉开和竞争对手的差距。进可攻，就是帝国里的每一个业务都能给特斯拉带来全新的增长曲线。SpaceX 的商业航天， xAI 的通用人工智能， Boring 公司的地下交通， Neuralink 的脑机接口，每一个业务跑出来都能给特斯拉带来巨额的股权收益和技术上的双向赋能，让特斯拉的生态壁垒越来越高。所以你现在明白了，你买特斯拉的股票根本不是买一家电动车公司，你买的是一张进入马斯克整个商业帝国的入场券，是这个帝国路由器的所有端口的门票。很多人一辈子都在找能改变自己财富命运的机会，找那种能拿10年、20年的优质资产，但大多数人都只盯着眼前的涨跌，盯着短期的销量和利润，根本看不到那些藏在表象背后的长期的确定性的价值。就像现在，很多人都在说特斯拉不行了，说马斯克的故事讲不下去了，但他们根本没看到特斯拉正在搭建的是一个别人根本无法复制的生态帝国。那些现在被市场定价为0的业务，正在一个一个落地，一个一个兑现价值。我不是让你现在就去买特斯拉的股票，我只是想让你看清楚这件事的全部真相，不要被媒体的博眼球头条，被短期的股价波动带偏了你的判断。投资这件事最核心的就是你要赚你能看懂的钱，你要知道你投的到底是什么，它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而不是跟着别人的节奏追涨杀跌。如果这期视频帮你打破了对马斯克商业帝国的认知误区，让你看懂了那些藏在财报背后的财富逻辑，订阅一下我的频道，后面我还会继续拆解这种看起来简单，其实水很深的商业和投资话题，帮你避开那些绝大多数人都会踩的认知陷阱。最后要跟大家说清楚，今天这期视频里的所有内容都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和信息分享，不构成任何专业的投资建议。不管是金融投资还是其他任何领域的专业决策，都请你一定要咨询对应的专业人士，结合你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理性的判断。